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来看看今天到场的几位情感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周群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严品宏老师；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曲薇老师。好了，接下来就要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我和他异地10年，我的房子一直让他一个人住。以前我还不了解，现在退休回家以后啊，才发现她是个好吃懒做、喜欢乱花钱的女人，家里什么都不管。退休回家后就天天打麻将，不但半夜回来吵我，还要拉上他的朋友来家里喝酒。我朋友来家里，他也拉着个脸，让我很没面子。现在想要离婚，我只想说，你怎么来怎么走。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刘先生63岁，来自南京，退休。董女士57岁，来自南京，退休。欢迎两位啊！你好。好，是结婚有13年了是吧 OK， 07年到现在是吧？对07年。是别人介绍认识还是自由恋爱啊？我们通过那个婚介所。今天来这儿是为啥呀？是这样子的，我要跟他解除关系。没跟他谈之前，我跟前夫嘛，以前就是离婚的时候，拆迁分到一小套，但是因为拆迁嘛，跟前夫住在一个里栋里面，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嘛，我就觉得不是太好。因为离婚了，所以在一个楼门洞里住，觉得不好，我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到江北买的一套房子。然后谈对象以后呢，他就劝我说：“你住那么远不方便，工作也不方便，你干脆把这边房子卖掉，在里面买一个小套，这样子呢不跑来跑去不辛苦。”也不是我叫他卖房的，他在江北很郊区，他上班呢是在市区里面那时候认识他以后嘛，有时候不放心嘛，有时候他上班我就送他，一个来回要4个小时，很疲劳的，对不对？他自己讲的，他讲那我就把这边房子卖掉。不是你劝我的吗？你不劝我不可能卖的，我好好的房子在那边，我卖。这个也不存在劝你，当时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卖了以后到市里面来找房子，他这边也不满意，那边也不满意，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才讲的。我儿子那时候正好已经结婚了，我跟儿子之间呢，反正呢也不是很融洽，他们也不大来，我也不大去，反正就他们自己过自己的。那么我自己单位分的房子呢是一个大套嘛，就3室1厅，跟我讲了，我讲那你看看，你要暂时不买就暂时不要买吧。看到合适再买，反正我的房子这么大，我一个人住，是吧？不是这种情况的。肯定在您的那个版本里面是，他请您过去，然后他共同规划说把房子卖。谈对象的时候，他对我很好，他主动要求我到他那边住的，对我就是非常关心的。其实这个不重要嘛，就是2个人在一起了嘛。对，肯定那会儿是很甜蜜的，所以才会在一起嘛。都有过情感经历，都有过婚史，2个人肯定是觉得还不错。般配就在了一起了。对，后来呢？因为当时卖的房子他特别热心，天又比较热嘛，那时候他带我骑个摩托车，又是带我买西瓜啊，又是冷饮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这个人确实蛮不错的。07年南京的房价也不高啊。对呀。江北的房子就更不高。江北房子江北房子07年不高，卖的15万多，16万不到。对。住一起之后呢？那前面呢？相安无事，他单位也不好，他就到东北去干活去了。我们2个在一起以后，实际上呢是异地了10年。这怎么讲啊？为什么异地10年呢？因为裁员我也下来了，这样东北一个老总就讲了，我这个需要你，一待呢在东北呢就待了9年多，一直到我退休以后回南京了嘛。一回南京。一相处了，我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个女人呢，好吃懒做，还有一个花钱。她现在讲话，你看什么买钢琴了？钢琴买了不到2个月就低价把它卖掉，一个去买古筝，一个又去搞什么美容。她简直颠倒黑白。我讲你一个工薪阶层，又到这个年龄了，搞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到东北去，几年全是我在家里面。所以呢，现在呢，我的朋友来了，才把脸拉多长的，对不对？我朋友来没吃你的，你总要给个面子。他讲话。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说很简单。不想跟他过了，大体听明白了。我问点问题可以吗？没问题。这10年期间，你们靠什么来维系自己的情感呢？
这个我挺好奇的。那时候我不在东北上班，对不对啊？老总呢，他也很体谅的。到春节的时候回去呢，往往呢就给我的假期稍微长一点啊。到家所以那个回去以后呢，我实话实说，对不对？感觉还蛮甜蜜的啊，给他买衣服啊，家里的开销。春节的开销我用啊，再丢点钱给他。所以那10年你们就相当于1年见那么最多1、2个月不得了了。1、2个月的时间。对，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矛盾。行，回来之后您发现他有这个光棍汉的习惯，对吧？咱们说白，这不是光棍的习惯嘛？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玩，对吧？把人往家招嘛，招来之后大家在一起玩，打得很厉害吗？厉害，夜不归宿。这个您认可吗？认可是认可，这里面有个原因啊，我在家里面他就老跟我2个吵架，我待不住啊，我在家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我不如到就是我们小区里面的麻将室去玩玩，所以看不到就好，2人看不见就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通过不到2年的在一起居住，就发现了看对方身上都是毛病，这个能达成共识吧？你们俩为分手这个事儿，谁第一次提的？说我们分开得了。您当时的态度是？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完全赞同。所以现在别扭就别扭在双方觉得我们都不应该生活在一起，对，是这意思吧？对。但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又同居住在一个屋檐下，是这样吧？对。您觉得别扭？接着问，您儿子结婚了？儿子结婚了。结婚了。您有孩子吗？我有孩子。男孩女孩？在前夫那边，男孩。有往来吗？少。为什么不往来呢？做妈的？因为那个前夫不希望我。那您不想他吗？你想的，他已经跟前夫已经那么多年了，他也不希望我了。前夫再说已经。那你那个时候他人在东北，其实您自己单独生活10年，正好也是孩子成长那10年。你在这10年期间都没跟孩子联系过吗？因为当时孩子判给前夫的嘛，前夫不希望我过去。不是不希望是一回事，不影响他。你不想吗？想是想啊，想我就自己偷偷看看吧。那儿子结婚了吗？儿子也结婚了，现在也没什么联系。那么多年了，基本上不联系。所以我特别想问2位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活到50多岁的时候，你举目一望，发现自己是个孤家寡人呢？对呀，现在我就想我怎么就是为什么就变成一孤家寡人了呢？感情付出了，到最后不，咱不谈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变成一孤家寡人了？如果从自身找原因的话，是什么原因？我感觉到就是在这个亲情的经营上，可能我在业务上是成功了，就在事业上是成功了，在亲情的经营上是失败的。特别是我到了东北这个10几年，儿子他们除了要钱我给钱。但这是我现在感觉到，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钱能解决的，还需要情，跟他们有疏远了。那跟这位女士呢？我看你也没提到她嘛。我不想提到她，真的。我回想从认识她到今天，我对她的确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从她得到的反馈呢，就是完全是不理想的。您期待这位女士做的事情，她没有做好，对吧？这个差别是这意思吧？你期待她作为一个丈夫要做的事情，她也没做好，对不对？这是肯定的吧？所以我希望2位在这个时候，因为人生还很长啊，50郎当岁嘛。有些说50岁可能我们愿意的话，50岁生活刚刚开始，对吧？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经历的这个过往。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理顺一下。我想问问哈，就是当初那么好，那么快的好在一起，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我是丧偶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痛苦跟那个感情失落的那个阶段呢，偶然的得到对方，特别是异性的一种抚慰呢。人呢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被感动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在那个时候被他的温柔吸引了，是吧？对，不是因为我前一个丈夫嘛，不晓得关心人，就有点人家说的就是那种老实人似的，就是不会表达。我跟他2个就是说，有时候讲话就是觉得性格讲不到一起，是离婚的。离婚以后呢，正好介绍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看他还可以，
并且呢，他讲话根本的蛮暖人性的，还知道啊？所以我就会讲话，对，跟那个的对我也蛮好的。所以我特别好奇，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嘛。你跟前夫离婚是因为按你的说法是前夫不会来事儿吗？就是不会关心人，不会说的那种的。哎，我们北方话的意思就是，这男人不太会来事儿。不太会照顾女人，不能让女人感觉到温暖，不太会那个，不能说或者怎么着。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当你离开他之后，你找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可是让你一手空房就守了10年呀。我不讲嘛，他是做销售的，嘴会讲，他要不是会讲，我也不会跟他。那你们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说，万一有一天我们要分开，没想过呀？呢？没想过哎。这个到以前讲心里话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没想过。您是回来多久之后觉得这位女士不行了？我回来大概半年左右，我就开始感觉到好多地方都是跟我所想象的这大相径庭了。说白了就是您所想象的婚姻生活和您实际到了家里之后发现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所以那10年对他们来说是个恋爱期，真的进入到所谓的婚姻叫日子里面，很快就发现双方都不适合，对吧？各自都过惯了嘛，一个单身了，这是离婚之后，其实说白了单身了10几年嘛，这个也是单身了10几年嘛，各过各的嘛。你们等于新的认识和磨合是从退休之后才开始的，应该讲是这样的。打你们从第一次想跟对方分开，到今天，我相信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我们俩做点什么，能够让我们俩往一起合呢？就是说我跟他，您想过吗？我前面跟他沟通过，因为他才来家的时候呢，他就从东北才来嘛，他就跟那个以前的那个同事啊什么的在一起，就是说聚会啊什么，我就跟他讲吧，我说你才来可以，就是大家聚聚玩玩，不能老这个样子，还喝酒啊、聚会啊、打麻将，我说你不能老这个样子，你毕竟你在东北，你说我一个人就算了，对吧？哎，你来家了，你就要多搞搞，对吧？我们俩一起做。他就说我懒，就是意思叫我做，他做，他出去玩，他回来吃吃喝喝，家头当旅馆。也就是说，您曾经跟他谈过、沟通过，哎，我跟他讲的，我说不能这样子。您做过什么努力吗？就是为了挽救这一段。我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谁多做一点，那个都不是事。真正的事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感觉到，我自己也衡量过，我们两个的志气跟爱好不一样。他喜欢文体方面的，现在也提倡老年人有一种健康的生活，这个咱们不去评价他是与否。但是呢，因为我对这方面没这个细胞，我喜欢的就是同事之间啊，能够经常聚聚，喝点小酒，吹点小酒，打点小牌，回忆回忆过去，小区里呢打打麻将玩玩，我就感觉到这就是我退休以后应该有的生活。但是呢，恰恰就是说呢，他的生活方式跟我的生活方式，我们彼此之间都不认可，这就是造成了我们萌发了相互之间不能在一起的那个缘由。那么我也冷静地想过，分开以后感觉了一生就轻松，怎么轻松了呢？没人讲我了。但是我也考虑过一个问题，假如我老了哪一天在床上不能动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半路的夫妻跟我儿子相比，那我相信可能还是半路夫妻要照顾的肯定比儿子要多得多。儿子有事业有家庭有他的小孩，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从感情空间，儿子肯定是不如老伴儿的。但是呢，比较来比较去，我最后在这个两个交接点高头，这就是我的两个交接点，到底要老伴好还是不要老伴好？到底要这份自由好，还是要以后有人来相互呵护好？我想来想去，也许还有个20、30年，如果天天像这种日子过下去，我可能20、30年就要变成15年。我宁可不要老伴，干嘛不开开心心的过好自己的下半辈子，要去受别人的制约呢？所以这个两个比较下来，我现在就是最终决定，我还是单身吧，受不了。这就叫决绝嘛。对对。那他就这样一直不走，您可怎么办呢？你真不走，谁也没有办法。我老实讲，所以呢，现在呢，就这个情况摆在这地方，你爱住你就住在那吧，你感觉到习惯，你感觉到不别扭，你就住在那儿。咱们也不说那么绝情，对不对？您这话说的都挺绝情的啊，句句扎心。那怎么弄呢？我从一旁观者，我说一个我的感受，我只说感受啊。
您是10几年，也不知道怎么2个人在一起生活是生活的样子。您是把生活样子想得又太美了，有您的一个标准，所以当这2个不能在一起很好磨合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嘛。好的时候怎么都好，看你不顺眼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顺眼。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看看从哪一个角度把这件事情更好的解决。当曾经的柔情蜜意变成了彼此敌视和恨的时候，2个人怎么很好的把这个手分开？好歹我们念点旧嘛，因为虽然咱们没什么牵挂了，但是那些邻居还是你们日常要交流的人啊，对不对？对，别再弄到最后说邻居说你看这2个人，这个话就不好听了嘛。这个中国人的话，咱还要点面子，咱们看看怎么把这个事儿很好的给它处理了，让老师们给你们提供一些维度啊，好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你们都有孩子，虽然有的孩子远一点，有的孩子近一点，但是其实老人、长辈他们在做事儿的时候，就是给子孙在看呢。你们所作所为，其实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们是怎么对别人的，有一天他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所以我觉得2个人稍微松点劲，这个时候好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我认为有那么着急吗？你们已经回来有2年多，一直在这种矛盾当中了，先别着急，把这事儿稍微冷一冷，2个人都静一静，看有没有更体面的方式。我强调了一个体面，你让对方难堪，其实是让自己心里添堵，所以体面一点。我就这些。好，谢谢周老师。谢谢。来，莎娜老师。我觉得你们2个人有没有共同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跟你们彼此的关系都不好呢？你们2个人有想过这个问题吗？都是儿子，都是自己亲生的那一个，为什么儿子跟先生的关系不好？您那边也是。可能是我认知有偏颇，我总觉得离婚的夫妻，妈妈是一定要争这个孩子的，无论是什么原因，一定要争的。但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比如说弱势啊，或者说确实经济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法律的一些支持，这个孩子在这个时期是必须要跟爸爸的，所以可能判给了爸爸。但是我觉得就算这样，妈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不能失职。就我可以缺位，但我不能失职。我不相信你跟他的离婚协议里面就要求你这辈子都不能见孩子吗？没有吧？没有。他只是说不希望你来打扰孩子的生活，但是见孩子、付出妈妈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你的权利，所以这是主动和被动的问题，这不是别人说我不让你看孩子你就不看了，这是一个妈妈天生的能力，母爱这叫。所以我觉得2个人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性格，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你们2个人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那已经闹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就给对方，就像周全老师说的，给对方彼此留一些面子。您不就要争这口气吗？你就是要告诉他，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付出的比你多。男方也一样，我要告诉你，在我们2个人感情当中，我付出的比你多，你吃我的，住我的。那争来争去，争谁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的多，已经都要分手了，都已经这样了，有什么意义？没意义。那是因为觉得都不值，你知道吗？所以才要争啊。那既然不值了，争他干嘛呢？所以多想想自己身上的问题吧。谢谢莎娜老师。来，曲总。我觉得这事儿呢，事到如今2个人都有问题。我想问大哥，这事儿是谁提出来的？要分开？是我提的。您是挺有勇气啊，我真以为是大哥提出来的呢。不是，因为你提出来之后住在哪儿啊？不是，他不是到麻将当经常不来家吗？我就生气，我就提出来的。好啊，有这个勇气提出来就有这个勇气承担这个后果，赶紧走，因为你晚走一天就多损失一天自己的青春。我觉得您的状态是不错的，想必这10几年过得还可以。可以想到您爱好文艺啊，兴趣广泛啊，等等的，你的生活当中本不需要这么一个人。大哥这边不要在乎他那些小话，
毕竟有不算近2年的这时间嘛，有11年左右的美好回忆嘛，是不是？而且况且人真是啊，当时是您出于对他的感情给他了建议，结果就是他没有防得住。所以如果能更多的给一些表达你的善意，对过往的一种回忆的话更好。但千万不要再纠结于你们的话语之间那些你不是了我错了等等的，没必要，好不好？别耽误彼此的时间了。就这样。杨老师，我真替你发愁，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您今天快60岁了，我觉得您还算是漂亮，可想而知年轻时候也不差呀。是啊，当时跟你1分钱不知道攒，一点财不知道理，把房子全卖了，钱全造完了，儿子也不管你啊，以前日子过得糊涂呀，以后怎么办？你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到现在，房没房，钱没钱，男人也不要你了，不要再糊涂了。咱把自己的高消费往回敛一点，虽然先生有很大的问题，我待会儿要说他啊，但是他这点没说错。您1个月挣多少钱呀？买钢琴，咱规划规划自己的生活吧，别把生活搞得这么难堪。先生，我这么说，女士是替他着急，他已经要60岁了，没人管。您呢？你是挺牛的，往那儿一站，我事业成功。他是真傻，你是真占便宜。10多年前，人家还算年轻，算美貌，在你最失意的时候，给了你温暖，给了你家。好，今天你嫌他絮叨了，嫌他做美容花你钱了，嫌他为了享受生活去学钢琴了，这厚道吗？你在外地1年回来1个多月，有个女人在家守着你，等着你，美得很。你回到南京了，回到他身边了，发现人家有毛病，不符合你的心意，你就甩。这善良吗？我们遇到了没有共同生活产生的一些矛盾，为什么不去本着自己的一颗善良的心、爱心去努力改变它，去调整它呢？少打打麻将怎么了？你现在有老婆在家了，为什么不能减少一些聚会，给他买点东西？10年没有陪着他，为了成就你的事业，让他去做个美容怎么了？老婆不能疼吗？既然我们铁了心了，说我宁可自己潇洒自由到老，我也不愿意负责任，不愿意去宠爱一个女人。那你今天拿出来点样啊，咱爷们儿点，善良一点。既然不能在一起了，我不支持你们在一起啊，你把样做出来。你告诉我，这个跟你在一起10多年的女人，就此离开你，她以后日子怎么过？你该做点什么？咱好合好散，体面点，别让大家都看笑。好了，谢谢严老师啊。这里面其实你可以提纯几个关键词嘛。第一个就叫责任嘛，得对生活负责。大姐是，大哥也是，你们得对生活负责。我记得我刚才问过你们，你们好好想想，为什么时至今日你们活了一个孤家寡人嘛？挺可悲的嘛。就是哪怕是有10年情感，虽然很薄的情感，在一起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住嘛？留不住没关系嘛，为什么要在分开之前还打成这样嘛？这就是责任嘛。第二个我就讲后悔，我相信你们俩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谁都后悔。可是人世间哪有后悔药嘛？你们俩现在是后悔，看得出来，后悔的原因是觉得不值，我怎么跟他了？不值，我这10几年不值。那不是你选择的生活吗？第三个其实是最虚的，可是人生呢，缺点东西还就不行。第三个我们讲良心，就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说什么其实都没用了，就做人得有良心嘛，事儿得有个天平嘛。真想把这个事儿解决好，有责任的、有良心的解决好，你们肯定不会闹到这儿，他也不会这个状态。也许你特别有良心的把这件事儿解决了，说不定你们可能暂时分开了，哪一天你有事儿他还会出来，你压根儿就说看起来是想清楚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想清楚，你想的全是顺着你方向的事儿。真有良心的解决，3室1厅的房子调开卖了，能不能给人1居室，你自己2居室啊？10年的念想啊，10年的情感啊，这事儿可以做呀。你真有良心，你说我要跟你分了，
因为有些事儿我们不在这儿展开说了。除了打牌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事儿？反正心里清楚就行了。我们不去追究他们，不说这个事儿没有意义。30一厅的房子可以调了吗？调了以后可以，现在法律非常健全和齐备嘛。我这是念感情吗？内一居室就是个使用权嘛。你身故之后，这房子的所有权是我要给我儿子的嘛。立好遗嘱，写好规矩嘛，这不就费点心思吗？那你也算给人一个交代啊。我相信，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都挺同情他的，但是在同情之余，大家会想，您确实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做的也不好？您回去也反思反思。我们还有最后的60秒的时间，留给你们俩之间的对话。其实呢，我就觉得我这个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确实没有地方住，对吧？跟你这么多年。第二个呢，我主要就看看你，我觉得我在你的心里头是什么分量。既然你这样子，我本身我们俩性格也不合，我真的不想跟你过了，对不起。我再也背负不了你所谓。很简单，人到这一步啊，你所谓的幸福都是看好后一步的。爱或不爱都已经不看好后一步呢，不会这么匆忙的做出这种跟对方提出来等分手的这种决定的，是不是啊？我承认我也看好了后一步，我不讲吗？我也权衡过，我感觉到后一步这20-30年不要人管我。也许你说我这个是绝情，跟儿子搞不好的原因也在于此，个性已经决定了。所以呢，我这20-30年我就准备这样走下去，但你不见得。不要说你没有做好准备，我也不想去问啊，但是我这个也是捕风捉影，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人没有无缘无故的去做出一个决定的，这是您生意人的想法吧？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不会干嘛委屈跟你待在一起啊？不会这么盲目的，知道吧？谢谢2位，请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应该是他们在现场用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做的对这段关系的一个表达。未来的日子，我相信以他们的人生阅历，他们会选择一条让他们自己走的更顺的路。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2个是相亲认识的，在一起呢也有1年多了。他比我大很多，我感觉他应该什么事都让着我，但是我现在就觉得相处下来他对我要求还是挺多的，我现在就有点接受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时候我都让着他，因为他比我小嘛，我也觉得我愿意照顾他，但很多时候很多观念上我们意见不能统一，矛盾就有点多。我感觉我们一心在一起，一起努力，会磨合好的。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韦先生34岁，来自南宁职员，有请韦先生。小文23岁，来自南宁自由职业，有请小文。欢迎2位啊！怎么认识的？我们呢是相亲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刚开始聊天啊，然后就是各方面就聊得特别好，感觉他就挺幽默啊、风趣啊，就挺能打动我的。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慢慢的有更多的互动交流，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我朋友就跟我说嘛，像他的年龄这么大，会不会不合适啊？当时我觉得，只要是2个人互相喜欢就没有关系了，是吧？但是我现在就是相处了也是有1年多了，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小矛盾的分歧意见啊，就出来了。现在，所以今天主要是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是这意思吗？对。这是你的女朋友，比人大那么多，会照顾吗？一般都是我照顾她。那肯定嘛，你岁数大一些又是男人嘛。对。都有哪些矛盾啊？谁来说说啊？我先说吧。追我的时候他也是就很照顾我啊，各方面都是他干的比较多。然后现在他就有时候就说我懒，床铺啊什么房间啊他自己收拾都是收拾得很干净很整洁的，但是我在家就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标准，然后他就会说我生气闹别扭。还有一个生啥气啊？没生气，他理解错了。那你闹什么别扭啊？没闹别扭，他自己感觉的。那他生气了就不说话了，又不理人了。这是我的职业。你的职业是不说话？
我的职业是机械维修，所以说出现问题的话，我都是比较会冷静下来，会想一下。所以说不是说生气，而是说去解决问题。这房间没收拾干净有多大的事儿啊？还要冷静下来收拾干净，收拾不就得了吗？因为这个事情呢，1个月最少有10几20次吧。那不就天天吗？基本上平均吧。那为什么你不收拾呢？是我收拾的呀。是你收拾的，一直是我收拾的，他负责捣乱，我负责收拾。所以你没说清楚，是人家收拾好，你给弄乱了是吧？也没有说那么夸张啊，我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标准。他这个人也是有点轻度洁癖，每天那个床铺、枕头都是叠得四四方方的，然后每天都是放在这个原位。然后呢，我一去呢，他就说：“哎，我这个枕头，哎，又摆到一边去，然后又因为靠着也舒服嘛。”行，听明白了。就是你也看不惯，或者叫看不上他那种摆放的方式，是吧？没有必要那么整洁，是那意思吗？对。生活可以凌乱一些。第一叫懒，就不会收拾啊。第二是什么矛盾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房间里面都是我的头发，床上啊、地板上啊，还有卫生间、梳妆台。那你说掉头发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他每次都跟我闹。你没事吧你？你的头发也不多，掉头发很正常嘛。没有，他也是理解错了。因为我呢，我的工作职业就是作为机械维护的，所以说每一次东西的话，我是有规划的。因为不管是在公司啊，或者去维护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系列的流程，所有的东西都要规制以后。这掉头发，别给我讲这大道理。头发那个的话，就是他起来的时候比较懒。所以呢，头发呢弄得乱糟糟的，起床的时候就拿着梳子满屋子跑，一路跑一路梳，一路跑一路梳，所以掉的特别多。特别是那个洗手台，相当于是重灾区。每次一去的话，没有1个小时，最少半小时才出来，太多头发了。每次的话，我得自己收拾，之后呢把它捡起来，客厅啊什么之类的，过来的看得满地都是。不是，你是介意他掉头发这个行为，还是介意说？他头发掉了以后很正常，他不收拾。他掉头发是正常的，但他不收拾，而且的话自己弄完了他就走了，而且的话他不处理。明白了。所以呢，每次的话我都最后一去收拾干净。还是嫌他懒？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了，你说的。你真较真儿啊！我把这2个问。这不都反映的说这个人懒吗？不整洁是懒吗？这个梳头发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梳完之后不收拾，不也是懒吗？行，那我下面该问第3个问题了，按照你的思维，对吧？好的。有第3个矛盾吗？对，因为在一起之后嘛，他做饭也是比较好吃，都是他做饭的比较多，次数多了，他就说，哎，你要学着做饭啊，做吃的。他说的时候，我也有尝试着去做，也不是说没有做。做了之后，他说又不合他胃口，到处挑毛病了。不会做饭是这意思吧？不是不会做，他是可能。你别每次都打击我行不行啊？我一问问题，你首先2个字是不会。行，那你说啊。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啊，我在的时候我可以做，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缘故吧，经常要去出差，就像他经常的点外卖嘛。但毕竟我们家离那个超市就那么1分钟的路程，所以说我建议他去超市买点菜回来自己煮一下。因为我在的情况下，我可以教他怎么煮。他自己在家的话，经常就是点外卖，点的特别多。我回来的时候还得收拾，还是这个字懒。那我就把这3点都归结到一个字懒上，行吗？可以，但是他要分开说。还要分开说，你这什么毛病啊？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你说那么夸张啊。点1次外卖就要丢1次，点1次就要丢1次，那也是很累的，对不对？那我就想说攒了多一点了，然后在一起丢。你的意思是说，吃完这顿把盒子放着，再吃一顿再放着，再吃一顿再放着，是这意思吗？就是太麻烦了。那您这个小姑娘是稍微有一点哈，就这个矛盾吧，就是懒是吧？还有别的吗？很多呢。那你就说。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年龄差距也比较大嘛，然后他对那个未来啊，那个计划的规划就想的比较长远。我年龄比较小，可能想的也没有他想的这么远。比如说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哎，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发展吧。哎，我说好啊，可以啊，挺好的。你这个想法我也是支持你，但是
他不光光是说，就是说，哎，我们去发展就够了，他就拉着我上网查那些菜价啊，还有市场那个配备设施啊、超市啊，细无尽续。虽然看的时候他是讲得很周到、很全面，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必要的。这没什么呀，你们怎么会为这个吵呢？为这个吵吗？对，因为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我的职业有关，因为我个人觉得3年计划、5年计划，这肯定得有。毕竟他说的那个去其他城市发展，我也是有工作，因为有工作的话，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每次的话去一个5天到10天，经常有的。所以说有时候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面，就和前面的几个问题串联起来了。所以说有时候我还是希望有点规划给他，让他有点目标和方向。所以说不让他一个人在家里面胡思乱想啊，或者做点什么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啊的，所以他又不怎么想理。但有时候说了，感觉他又有点不接受。但是我按照他性格来说的话，我只能帮他规划一下。所以男生有的时候会规划你的未来，所以你们会有冲突，是这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就是感觉我那个未来就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就是比如说，哎，像我这么懒的人，就是在家打打字、打打电脑，然后坐着或者躺在沙发上，就把钱赚了。像淘宝客服这种就是最适合我了。他就这样说。他说这些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啊，喜不喜欢啊？他就直接就安排得明明白白。那你愿不愿意啊？喜不喜欢啊？我觉得他给我规划的这个也不合适。那你更愿意做什么呢？目前来说，他是个自由职业者。对。他现在的话，目前没什么正式的工作。自由职业者就是不干活嘛。对有些人来说是吧？反正我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啊。本来自由职业者是一挺棒的一个名词儿，但是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反正我一读到自由职业之后就知道不干活了。也不是不干活啊，我就是做的时间不长。明白。不满意他对你的规划。我想问的是说，关于结婚这件事儿，你规划过吗，兄弟？那么喜欢规划？规划过。怎么规划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的年纪可能比较大一点点了，所以说父母那边也挺催的。对啊。之后呢，我也跟他讲过。催婚了。而且的话，我也带他回到我们家见过我父母。也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感受了一下。所以说。我也跟他商量过，去他父母那边看一下。结婚这一块，我也跟他谈过。你先别说结婚这个呢，我先问问姑娘的感受啊。她着急结婚，你着急嫁她吗？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年纪还小，她也是30好几了，她这个心情我也是能理解。没30好几好不好？只是30出头。34岁可不是出头，出了一大截头了啊！还真是啊！你接着说。这个心情呢，我也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现在20多岁，可能心性啊各方面也不成熟，有没有想过这方面呢？对不对？我也是有跟家里人说过他的，家里也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对他来说。就是你不着急结婚是吧？对。人家不急着结婚，你急着结婚，你给我规划怎么规划？就是结婚这一块的话，我跟他提了之后呢，结婚的内容。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还没同意嫁的就结婚的内容啊，说说结婚的内容啊。这个的话只是说规划而已，就是说就像3年计划嘛。毕竟都那么大了，如果说还没有个目标方向。刚才说30才出头呢啊，接着说。被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说，因为你老说我说的不是，我就急嘛。来，就是说现在的流行的话就喜欢旅游结婚嘛，我觉得话。旅游结婚也是个比较棒的主题，所以说我也跟他讨论过。每次跟他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总是能打岔，经常打岔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我也说了好多，比如说去旅游结婚啊，或者国内的、国外的都可以。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打岔呀？他可能就是那习惯嘛，不管我跟他讲什么。他说10句，最多能听进2句。关于这个结婚呢，他当时是怎么跟我提的？到时候我们结婚了，我们就领个证，然后发一个朋友圈，那个婚礼呢就不办了，把省下来的几万块钱，拿去在国内或者国外啊旅行，结婚就度蜜月嘛。你说我作为一个女生，对这个婚礼都是有很多幻想了，但是呢，我的想法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比较少，之后呢，我们亲戚那边也比较少。所以凑起来的人就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去旅游结婚比较划算一点，毕竟可以留下一段比较美好的回忆。你能听他说完吗？他说婚礼这种东西就是形式而已。这个我能听懂。姑娘，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现在会不会嫁给他呢？
未来3年会不会嫁给他？还是要想一下。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多大岁数的时候嫁人？过2年年纪大一点了。哦，2年之后你会嫁给他吗？没有什么矛盾了，然后感情又很好，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那你们现在这样算是有矛盾还是没矛盾啊？有，就是各种小矛盾，各种吵。所以说现在还不具备嫁给你的条件，还不成熟呢。那今天是谁要来的呀？他要来干嘛呀？解决问题的。解决什么问题啊？就是各种矛盾啊、吵啊，希望就是刚才罗列的这些是吧？对。那你希望是怎么样呢？他直接就跟我说：“哎，到时候我就不办婚礼了。”他有没有考虑过我家里人？因为我家里人是比较传统的，是不是？然后我个人也是希望有一个婚礼的，他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啊，是不是？所以你来是希望解决你们出现的矛盾，对吧？对。这个矛盾可能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不是尊重啊，是年龄的问题，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还是职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这个矛盾？我们让老师给分析分析，好不好？好的。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说你30出头，人家才20啷当岁是吧？这刚刚是23岁对吧？他是34，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年龄肯定是有巨大差距的，这个观念也不太一样啊。当然我也理解这位先生这个很着急的这个想法。女孩应该是初恋吗？对。啊，男生呢？能不说吗？那显然就不是喽。看这年龄上有差距，所以呢，这个方法都不太一样。姑娘一口就说出来了哈。所以我在想，年龄的这种差距其实挺难跨越的。它不像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观念上可以通过说服，然后慢慢的告诉你，年龄上的差距，他要自己去体验的，他要经历，他才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她其实期望能够有更长的一段时间慢慢去成长是对的，对吗？对。女孩还是比较害羞的，我觉得。对，你说的有道理。肯定你了，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因为我是站在女生妈妈这边来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女孩还是比较稚嫩，刚刚走向社会，一切都还是未知。当她如果第一次恋爱很快的走入婚姻的话，其实我会担心你们之间的这个婚姻没有那么稳定，因为她还没有成熟。你可能急于想成家，希望稳定下来，但是她其实即便是成家了，她的思想意识都没有稳定。我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婚姻的形式可以束缚住的。我认为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彼此了解。我站在女方这个娘家人的角度，就是还是要磨合，对，吧？要磨合，而且我觉得要给他时间，然后慢慢推进，逐渐发现你们之间有没有不可逾越的一些东西，这个很重要啊。谢谢老师。二位好，这2个世界的人嘛，就很显然，姑娘还没定性呢。就从她个人的成长，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其实就看你自己是怎么看待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段感情，就你愿不愿意陪他成长，但是陪的这个代价有点大，就是这个里面你可能要付出的不只是时间啊或者精力啊，你可能要谦让，或者说陪着他摔倒重新站起来。但我觉得谁都不是谁的救世主，而且谁也不可能对谁义无反顾，然后勇往直前，不计成本和代价的去付出。一定是他看得到这个东西能给他一些回报，他才愿意去付出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衡量好这个事儿。如果你想清楚了，决定了，那我觉得就可以很早的把这个想法告诉女孩子。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们可以再磨合，那我们就先不谈未来那么遥远的事情。对女孩也是，我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成长，然后规划好自己的人生。现阶段你什么都是迷茫，工作迷茫，什么感情迷茫，个人的这个所有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迷茫的情况下，你去谈嫁人，跟你去聊这个话题，我都觉得有点太大了。我觉得你好像还是一棵那个小树苗，然后就问你这果子结出来以后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一番景象，这完全不现实。
然后考虑什么婚礼怎么办，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所以我觉得你先把自己的个人生活的自理能力，你未来事业到底要干什么，他给你的规划你不是不满意吗？那你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是他30多岁，他30出头，你也对吧？20多岁，那这个时候正是应该好好规划人生的时候嘛。所以我觉得都不着急。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徐总。很明显，我觉得现在你们谈婚论嫁太早了。没，这个早。我们是这样的，我感觉你们一直在偏养他。虽然说他是无业，但是的话，我是有工作的，我有能力能养，他可以待在家里。但是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听我说，你太急了，我还没说完呢，你就打断我，不谈他。我觉得你现在谈婚论嫁都过早。我也早。你岁数其实不算大哟。你的事业上真的是有所成就了吗？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现在所有的逻辑方向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轨迹。结婚可是2个人的事情，对吧？必须得征求对方的意见，对方愿意和你在一起，并且今后过的日子是2个人，对吗？看看你们现在磨合当中出现的问题。枕头必须要放在左边，不能放在右边，因为我的工作是有流程的。头发你梳完了，你不能到处走着梳啊！梳完了掉的头发一定要收拾，这是你的生活，对，不是他的。你试图把他要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你，不可能，因为对方还没有看到你对他的足够的好，足够信任，说愿意接受你这种方式，甚至于他能不能改还是一件事儿，还是另外一个未知数呢。包括你的规划3年做出来了，甚至于连婚礼怎么举办与否。都已经定了，而且不听他的。你说我的朋友少，所以我觉得这钱应该花在我们身上，可他的朋友亲戚可能多呀。你有没有考虑他呢？当你这个思维模式里还是以你为中心的时候，说严重点是自私，说不严重的是现在你还没到真正能容纳另外一个人进来到你的个人世界里面。因为结婚一定是2个人世界并在一起的，不能以你为主，不能以某个人为主。明白吗？真正你的世界里能容他，不光容他的好，更要容他的不好。当你能看着他虽然掉了头发，但你不去说的，你去帮他收拾好了，这个感觉就有了，明白吗？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找这种感觉，尊重他的位置，尊重他的存在，尊重他的意见，你们才可能进入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明白吗？你太着急了。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我觉得你们2个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差距大，对生活的理解不同，更大的问题是在我看来，你们2个人的截然不同的性格。男生其实你看说34岁了，比女生大11岁，但我觉得你并不成熟。你对婚姻、对情感、对家庭的感知，在我看起来都是非常感性的。你明明知道这个女生和你在一起有诸多让你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说她懒，你还把这懒分了3个层次，我听起来就是一件事。比如说她不按照你的意愿去从事你认为适合她的工作，你处处都不满意啊。但是你还说，哎呀，我要娶你，你把结婚的方式都想好了，那么浪漫的吗？你这个年龄其实应该更务实啊。遇到一个女生，是她很不错，她年轻，她单纯，她善良，是一个好姑娘。但是你搞清楚了2个人在一起生活，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彼此轻松幸福了吗？你什么都没有搞定就要进入婚姻啊？所以是不是太不理智了？其实你别看这个女生23岁很年轻，而且话不多说，我很害羞不好意思，她比你反而理智哦。她很清晰地看到你们之间存在问题的，很多没有磨合好的东西，所以她遇到你说要结婚时她就打岔。她用很理智的方法，希望通过时间，通过磨合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再去考虑结婚这个层面。我不觉得她是因为简单的说，哎，我还小，我才20多岁，我暂时不太想考虑婚姻，是她还没有想好你这个人适不适合成为她的老公。她很理智的选择了我要去考虑，是你身上有优点，我也喜欢你，但是还有很多我不能接受的。我认为进入婚姻真成了我丈夫一辈子的事儿哦，我要慎重。所以你们处在不同的一个情感当中的层面，这个距离其实很遥远。你们已经磨合了1年多，但我看到的成绩是很小的。所以先生，我希望您更理性的
更认真地审视你们的感情，而不是着急于结婚这个目的。当你放下所谓的目的、功利心，说我就是要早点结婚，我都30多岁了，你才能够打开心扉去体会和这个女生之间的爱情，相互的吸引，相互的喜欢，他才会感受到，哎，我是被这种真情所打动，是被这种相爱而感动，才愿意走入婚姻。先好好谈恋爱，再说结婚的事儿，好不好？谢谢。中国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其实好的情感生活也是和而不同。让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允许有很多的不同，大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我一直认为，在生活里面特别较劲的人挺累的。被子怎么叠这不重要，叠了就好。当然有一些人是有自己的规矩和规范的，所以我们俩是2个世界里的人。这个就是这样，我们俩认知不一样。可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恰恰需要对方来认可你，可是又不能完全的认可，这就是和吗？不同就是他有他的想法吧。没有一对情侣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没有矛盾的。如果2个人在一起相处半年以上没有矛盾的话，那不叫情侣。因为2个人不是1个人，只要是2个人就有冲突，就有矛盾啊。那现在的问题，其实女生要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已经觉得完全不合适了，你可以离开，你不用这么犹犹豫豫的。男生也是一样啊。这是你要娶的那个女人吗？应该不是。她又懒，对吧？又不能按你的意志来做事情，为什么还要磨合呢？你担心自己娶不着媳妇儿吗？不担心。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姑娘离开了你，你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姑娘吗？以目前的条件来说，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对，所以她不是你的最优选择，是吗？你们俩自己看，这个矛盾要解决非常简单。从今天开始，学会尊重一个比你年龄小，在生活上面相对比较见得比较少，我再这么说吧，相对比较幼稚的一个姑娘，学会尊重她，再跟她谈恋爱。如果你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就别跟人家谈恋爱了。如果你真的尊重她，在你们俩的交往当中，千万不要用对错。生活里面问题，我们讨论对错吗？我们可能讨论的是这样是否合适。尤其在恋爱当中，你学会尊重他好。你也知道我懒啊，这些毛病你一直在挑，就是希望你说要我改一时半会我也做不到，我也希望我们能2个冷静一下，互相考虑，就是说彼此给一段时间冷静一下，思考一下未来将来怎么走得更远。他就需要2个分开，各自想想，对不对？愿意一起走下去吗？我觉得还是要冷静的处理一下我们的关系。指导人生的人，怎么突然间就变得那么弱了呢？感觉有点变了。所以在情感世界里，并不因为我比他年长，我比他的经验丰富，或者叫经历丰富，我的收入比他多，我比他更成熟，所有的这个外在条件我都比他好，我就可以变成强势的一方去指导别人。没有，在情感世界里面就是爱多和爱少。好了，接下来的我们就请他们到门后去考虑怎么面对这段感情。谢谢2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最后这2位到底会作何选择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有一种悲伤。这个结局应该是生活正常常理和常态的一个结局。女生用了一句话嘛，就是我们冷静一下。这次男生是听明白了，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冷静的过程。这并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就要分手或者会分手，而是这2个年轻人听懂了今天老师们给他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
需要冷静的思考，思考过后去行动，是继续相处，还是分开，或者别的什么？我恰恰觉得女生这刻选择表现出的冷静，说明她在成长，而男生也并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劲儿的在他自己的逻辑里跑，他也学会了接受别人的一些意见和想法。行了，有这么一点点的感受，我相信各位老师已经很开心了啊，因为确实帮到别人了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能力有限，只能打2份工来维持家用，但是呢，需要供养房子、供养孩子，每个月挣的远远不够。我跟我老婆说了我的压力以后呢，希望能一起上班努力挣钱，但她还是一样不上班，只知道说我没能力，养不活孩子，我该怎么办？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不如减1份工吧，反正你打2份工，你妻子也认定你没有能力。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